大家好，欢迎来到仙女速成班，我是齐平，我是 Katy，我是 Kavi。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心里想要什么呢，就会显化出什么，或是会发生什么？那今天呢，就要来揭开我们显化的神奇力量，带我们走上成为显化达人的第一步。显化呢，是结合了心理法则，然后慈悲法则，还有感恩法则。那显化的关键呢，其实在于说我们是否和我们真实的自我有保持一致。那要如何顺利的显化呢？首先，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观察并留意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性信念。那你们两位有听过什么样的一些限制信念吗？那我先讲我自己听过的部分哦。我听过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赚得到钱，就是要用时间来换取金钱。或者是我小时候常听到，就是我没有偏财运，我就一直觉得我没有偏财运，所以发票跟乐透都不会中。有人家说什么啊，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啦？真的限制性信念有可能会是影响我们成功丰盛显化的一些关键跟阻碍哦。另外，当我们在混乱或是一些愤怒啊，或是自我批判的情绪状态下，有时候闪过的一些负面念头也有可能会创造我们所不想要的人生。这样的现象呢，我们会称为是负面显化或是反显化。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修正并转化我们的一些信念跟感受，所以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呢从情绪的风暴中走出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可以在当下呢可以提高我们的振动频率，让我们是处在一个很真实并且是很正向的一个状态下。那这时候呢，就像是在说宇宙听得懂的语言，那宇宙用高频的方式，然后来回应我们，不管是我们想要的什么，它都会开始用正向的方式，然后开始呈现出来。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觉得显化对我来说呢，就是信念创造实相。这句话我真的很常说，因为我觉得常常在可能无意识或有意识之间，你都会不自觉的去创造一些东西，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创造的。所以其实显化简单来说就是心想事成啦。对，我自己也喜欢把简化形容成是一种很愉快、轻松的过程，然后你不必再去猜测什么事情会发生，它就让你可以掌握结果，对自己的未来负责。那透过显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你原本渴望的一切都随手可得，让所有愿望都实现。真的超棒的。那虽然显化很棒，但我跟你们讲一些我发生在我身上一些反显化的例子，就是刚刚齐平提到反显化，我就想到我刚搬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大家不是都说在美国没车就是没有脚吗？对，那其实我有驾照，可是我一直不敢开车，就是内心有一些恐惧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就一直逃避。那时候其实我有收到一台车子，结果有一年在那个平安夜的那一天，我的整台车子从停车格里面被开走了。整台不见，超扯，真的太扯！而且因为我们是在圣诞节早上要去车上拿礼物的时候，整台车不见了，才想到说，哦，原来是那时候因为我非常恐惧开车，虽然说我一直嘴巴说哇好想开车上路哦，可是其实我内心是很不想。于是那个恐惧太强烈，我居然让整台车就被偷走了。还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然后那时候我很想要买房子嘛，就那时候房子很竞争很抢手，所以他每个月是采抽签的方式，我就一直抽不到。我就想说我已经做了冥想、显化、观想各种身心灵我都做了，为什么还是抽不到？然后后来我就是帮自己用疗愈挖掘的方式，发现因为小时候我就住在一个很大的家里嘛，就去连接到小时候的自己，其实是有一些恐惧的。我不喜欢这种大房子，我还希望就是可不可以一家人就住在小公寓里面，然后一起看电视，很温馨。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房子的恐惧，让我没有办法买到房子。因为美国房子大家知道都是 house， 有前院、后院、车库，2层楼的这种。然后那时候还觉得说，房子那么大很难打扫所以后来我就去清理，顺利也买到房子。但我就想到就是一些反显化不自觉会
阻碍自己显化的一些可能。不过这边的话也想要补充关于刚刚说到房子的部分，刚凯蒂说他说要喜欢小小的，我就想到我当时在显化的时候，我也是想说要小小的房子，因为我觉得最好是一层公寓，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好聚在一起啊，因为以前也是住透天的，没错，三层要打扫觉得太累，想说一层比较方便。我现在的房子真的就是买到一层的公寓，我觉得哇，显化真的是很，你的是成功的案例，对，我补充的是成功的案例，所以想法真的是会实现出来。那像我有时候啊，去留意到有些人他很喜欢听一些很悲伤的歌，还有一些很悲情的一些台湾的歌都很多，他其实很多歌都还蛮悲伤的。台湾很多歌里面的歌词都非常的就是心碎啊，不相信爱情啊，对啊，不想这样子的歌呢，有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潜意识，导致我们的一些信念是哦，真爱要经过千锤百炼，或情路要很坎坷才叫真爱。真的超可怕的。来分享我自己显化来美国生活的一个过程。在今年8月前啊，我们还在台湾生活，非常便利，然后很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每天呢就是工作跟育儿的事物包围着，然后我都是完全忙到没有时间停下来想说我要干嘛。但认识我很久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就是我要到美国生活，我要让我的小孩有不一样的教育环境，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显化的技巧，然后告诉自己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来美国的生活，并且相信宇宙会在最适合的时机引导我到那里去。然后所以我都透过很多我们之前讲过的冥想啊，然后写下愿望清单，还有感谢宇宙为我准备的未来。因为我们都上过西塔，所以我透过西塔来清除我的限制性信念。我们就是上西塔课那时候，你一直说想要去美国生活，我记得。对，然后中间经过这几年，到现在你终于显化成功，我们就见证了这一切。对，感谢当时，对，感谢当时大家帮我不断的挖掘我的限制性信念，非常感谢。接下来就来聊聊所知道的常用的几个技巧吧。首先呢，我觉得显化的第一步，你一定要先目标明确。因为你必须要非常清楚你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宇宙才有办法给你。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象，我们是跟宇宙下订单，那你的订单是不是要很清楚？你要巨细靡遗的把它写下来，这样宇宙才有办法传递给你。而且这个愿望除了明确以外呢，必须还要是合理的。因为你不可能想说哦，我要月入500亿，就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就不合理。你不可以写一些太夸张，在那边想说宇宙为什么还没给我？不懂，大概就是像大家去那个餐厅点餐，就是你不会去点一份你不想吃的餐点，那显化就是一样，要清楚你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没错，我们在做显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呢，你要去观想你所想要的一切都已经拥有了，所有想要的梦想都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会在哪里啊？你在干嘛啊？比如说现在是亿万富翁的你在哪里度假啊？等等。那你要把这种很开心、很激动的感觉，比如说我财富自由了，非常开心的感觉，放大10倍。100倍，因为其实我们的大脑是分不清楚什么是想象，什么是真实的，所以只要透过观想，然后去巨细靡遗的看见、见证到你都已经拥有了，大脑就会觉得好像真实的经历过了一样。所以呢，观想的细节越多呢，你的显化的效果就会越强哦。我当时显化到美国，其实我也有用这个技巧哦，我觉得非常有用，就是我不断的在心里描绘那个画面，还有用画的。把它画下来，就是我在美国有个家，然后非常的温暖舒适，然后四周都是自然美景，然后小朋友可以自由的在后院玩耍，然后这种感觉就是越来越真实，就好像我已经开始在那边过生活一样。那每当心里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力量一直在推动着我，一直往那样子的目标前进。那感觉时候到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巧合和机会就开始出现了，不管是工作上的，或是家人的支持，甚至我申请绿卡的手续，别人说超级复杂，我都觉得非常的顺利。那我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不是偶然呢？就是宇宙照着我内心的需求精心设计。然后搬来美国后，我也发现有很多是跟我当时描绘的非常雷同。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有，超棒。对，好想看你的话哦。
你知道吗？显化完就掉了。人跟乔榜这就是只能真心渴望一切的时候，宇宙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你。真的。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技巧，就是你要用正面肯定句。就是呢，你所有想要的一切，你在写你的订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用正面句子。很多人很常说我要减肥，我自己有时候也很常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这句话我常常说，变成一个口号。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其实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聚焦在减肥，其实这样子说，你会一直创造出就是一直需要去减肥的这个实相。所以我每次说我要减肥的时候，我都一直就还是一样胖，就是越来越胖。所以其实宇宙是听不懂否定句的。所以正确来说，我们应该要说，我已经拥有了我的理想身材，比如说我有6块肌，我有马甲线，我手臂线条等等，直接去描绘你想要那个样子是什么，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要把这个技巧学起来分享我的技巧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其实就是在实践试做有的过程。首先就是你要先成为你想要显化的人，然后这是一种心态转变，你需要相信一切已经成真了，然后全然的去感受那种成功啊、快乐、丰盛的感觉。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行动。当你从是的角度去看待自己，行为就会自然跟上，然后就开始做出很多跟显化目标一致的行为。那有可能是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培养一些新的习惯，还有跟那些频率比较高，然后又是你想要达成目标的那些人建立新的连结。这些简单的改变你生活习惯的小行为，当你的心态跟行动还有目标对齐的时候，结果就会自然的显现。假装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切，不是自欺欺人，但是是有意识的去调整它。那我举个例子，这个技巧呢，就是我弟弟当时他在考大学使用的。他先假装自己已经考入了他想要进的那所理想大学，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学习，最后真的让他考上他梦寐以求的大学。这就是假装跟行动如何协同合作，让最终的目标成为现实。所以假装已经拥有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引导你到正确的思考跟行动，最后那个行为跟心态就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咯。哦，那弟弟走得很前面欸。真的，而且弟弟好厉害。其实那时候是我教他，我跟他说你要先把一个字条写起来，然后贴在墙壁上，然后开始想象我自己已经进了那间大学，我已经考上了这个大学，已经录取了。对，好，我们还要再分享一个技巧，就是你要清理阻碍。例如有一些个案来找我，说他想要显化月收入很高，先举个例，100万好了，月收入100万。当我去引导去看见月收入100万的自己，他就突然跳出一些想法，像是那这样我要花很多时间嘞，这样我会不会很忙？我根本没有时间陪家人啦，那这样工作会很累耶，就开始有出现一大堆的一些声音。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觉察到这些声音，然后再去把它清理掉、释放掉，这样也会加速你显化。我自己也有挖掘过，拥有太多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或是危害到家人，真的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念。太多钱会有生命危险，真的好可怕。我不会，我会觉得我很快乐。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最近在国外很红的一种技巧叫 tapping， 然后叫 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它其实是结合拍打疗法跟显化的一个过程，它是依序在9个经络点的末端来有系统的拍打，然后释放你的负面情绪还有能量的阻塞，然后用来减轻你的压力还有焦虑跟恐惧。那拍打呢，用在显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帮助你清除你的情绪阻碍跟你的负面信念，让你更好的对齐你内在的能量，然后实现你渴望的事情。是不是因为那些能量会就是累积或者卡在身体的某个地方？对，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拍打释放它。没错，很有趣。好，那接下来还要分享一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用的，就是去写你的显化日记。我都会推荐大家去买一个小本本，
当做你的显化本本，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然后你就开始去写，谢谢宇宙，我已经住进我梦想的房子了。比如说，谢谢宇宙，我已经考上理想的大学，或是我已经找到我的就是梦想职业等等。所以所有的一切，你都用我已经拥有了，然后很感恩的心情来把它写下来。我自己是超喜欢写感恩日记的人，我每天早晚起来都会写7、8个，早晚都写。那如果没有时间，其实你用没有时间的话，你就用想的也可以啦，用说出来的，想一下感恩的事，我觉得也会很有帮助。用画的也可以。对啊，你比较会画，所以你写完之后，你就不要一直去纠结说为什么宇宙还没有给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啊？怎么都还没？我们不要把能量放在为什么还没有，我们去相信，全然的相信、信任宇宙一定会在最好的时间点传递给你。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付诸行动。有一个人呢，他一直想要渴望中乐透，那他也相信自己一定会中乐透，在家里祈祷啊，然后相信自己一定会中乐透，绝对会中乐透。然后结果呢，然后当他去跟上帝喝咖啡的时候，发现老天爷啊，为什么你不让我中乐透呢？然后这时候老天爷跟他说，因为你没有踏出家门去买乐透啊。这也太搞笑了吧。这也蛮像我会做的事情我就是一直想说我一定会中乐透，但我从来没有去买乐透。真的吗？赶快去买，要付诸行动。之后，然后老天爷就会用各种方式想要给我们我们所渴望的一切。但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出任何的行动，就算想给他也没办法给啊。相信大家对于显化呢有更清楚的认识。那建议大家可以从生活上的小地方、小事物开始去显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在你们生活中都有更多的帮助，让你们有更多美好的事物可以发生。然后不要忘记哦，宇宙是时时刻刻都在接收你的愿望，现在就等着开门接受吧。最后不要忘记，一切都记得要用最高最好的方式显化它哦。你一定要相信你值得。没错，并且我们是有能力去创造我们所想要的一切的。信念创造实相。喜欢今天的影片呢，欢迎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